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人生就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起点的高低虽然能够在早期决定速度快慢，但终点却往往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中。那些年轻时风光无限、冲劲十足的人，未必能够一直保持着优势，而那些起步缓慢、步履沉稳的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往往能超越那些曾经跑在前面的人，最终站上胜利的领奖台。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，人的运势也是如此，尤其在财运方面，很多人年轻时想要赚钱十分困难，事事不顺，艰难维持生计。然而到了50岁之后，命运开始悄然转变，原本的困境逐渐消失，财富的机会忽然降临，让他们在人生的后半程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。接下来我们会深入分析50岁后必暴富的几种手相，我们一起来听。一、智慧线伸长，人生中的后发优势。在手相学中，智慧线代表了一个人的思维能力、判断力和决策力。通常来说，智慧线的长度越长，意味着这个人的智慧深度越高，思考更加细腻，考虑问题更加周全。智慧线伸长的人往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，他们善于分析问题，并且有强烈的韧性和毅力，能够在面对困境时保持冷静的头脑，做出精准的决策。然而，智慧线伸长的人在年轻时往往思虑过重，总是追求完美，错过了许多大胆尝试的机会。年轻时的他们往往缺乏果断，不敢贸然行动，总是希望等到万事俱备时再出手，结果往往错失良机。另外，年轻时经济基础较差，无法承担过大的风险，也让他们在面对高风险高回报的机会时踌躇不前。然而，到了50岁之后，他们在生活上逐渐稳定，财务负担减轻，同时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，具备了判断大局的能力。这时的他们在出手，往往比年轻时更加精准果断，能把握住每一个难得的财富机会。因此，智慧线伸长的人越老越懂得如何积累财富。50岁之后，他们的财富之路将更加顺畅。二、两条玉柱纹，命运的厚积薄发。在手相学中，玉柱纹是财运和福气的象征。玉柱纹是一条从手掌底部向上贯穿手掌的直线，象征着通向财富的道路。如果一个人拥有两条玉柱纹，且分别通向中指和食指，意味着这个人在晚年将享有非凡的福气和财富。这类人年轻时往往不走运，财运较差，生活迷茫，缺乏明确的目标，工作态度也不够认真，许多人甚至表现得随心所欲，缺乏规划，导致他们在年轻时碌碌无为。然而50岁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，到了50岁，这类人的思维方式会发生极大的转变，就像突然之间打通了人生的任督二脉，以前模糊的目标开始变得清晰，财富思维也逐渐成熟。他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易放弃，而是开始明确自己的奋斗方向，并付诸实践。与此同时，财富的机会也会开始向他们倾斜，逐渐显现，他们的财运开始一路飙升。到了晚年，他们不仅能够积累丰厚的财富，还能够享受社会地位的提升，成为家族中的富贵之人。三、拇指和无名指有斗，财富的蓄势待发。手指上的纹路有两种类型，分别是斗和簸箕。斗纹像树的年轮一样，呈现出多个圆圈状的闭合纹路。如果一个人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纹，那么到了50岁之后，财运将会大幅上升，特别是在事业和财富上。这种手相预示着他们50岁之后必将取得非凡的成就。这类人往往在年轻时表现得不显山不漏水，甚至可能显得有些平凡，但他们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和积累能力。他们喜欢一步一步地积累经验，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，就像种子需要时间发芽一样。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断吸收养分，为未来的爆发做足了准备。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纹的人，属于那种大器晚成型的成功者，年轻时并不会显得特别突出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经验和阅历的累积，让他们逐渐具备了超强的实力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们就会像火山一样迅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。在50岁之后，事业和财富将同时迎来丰收。四、食指较长，坚定的意志与强烈的进取心。食指较长的人性格坚定，行事有原则，凡事追求完美，有始有终。他们通常是目标明确的人，注重细节，追求卓越。这种性格让他们在年轻时表现得很突出，常常给人以坚韧不拔的印象。
早年时，虽然他们可能在财富管理上有所不足，容易因为急于求成而失去一些财富，但随着中年的到来，他们逐渐变得沉稳，学会了如何稳健地管理财富。50岁之后，食指较长的人开始展现出他们的真正潜力。他们懂得聚财之道，善于管理财富，并且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，开始在财务上获得稳定的收益。晚年的他们不仅能够享受丰厚的财富，还会成为家族中的精神支柱，影响力和社会地位都随之提升。手掌厚实，财富的潜在象征。在手相学中，手掌的厚度代表了一个人底气的强弱。手掌厚实的人通常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和耐力，他们做事踏实、勤劳肯干，具备稳重的性格。这类人往往是勤劳致富的代表，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积累财富。手掌厚的人不怕辛苦，总是乐于投身于实际的工作和项目中，因此他们的赚钱能力相当强。然而，手掌厚实的人也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那就是漏财的风险。如果他们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有明显的缝隙，手指无法并拢，这种手相预示着漏财。即使他们在年轻时赚得再多，也可能因为不善于管理财富，最终晚年时陷入财务困境。因此，手掌厚实的人需要在财务管理上多下功夫，避免因为挥霍无度而导致财富流失，确保自己的晚年能够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。6. 生命线分支延伸至手腕，逆境中的坚韧不拔。生命线是手掌中代表寿命、健康和命运走向的重要线条。如果生命线有分支且延伸至手腕位置，那么这类人通常早年生活比较艰难，出身贫寒，家庭经济状况不佳。年少时，他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，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拼搏精神，走出贫困的生活环境。这类人年轻时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经验，善于在困境中寻找机会，逐步提升自己。到了50岁之后，他们在职场中的经验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，赚钱能力显著提高，逐渐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这类人属于典型的逆袭型人物，晚年时财运滚滚而来，不仅生活富足，还能享受家庭的幸福与安稳。7. 三约纹，偏财运的意外之喜。三约纹是手相中的一种特殊纹路，代表了一个人偏财运的强弱。这类手相的人年轻时财运不佳，生活中总是遇到意外的经济损失，比如丢钱、被偷、投资失败等，导致他们手头拮据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三约纹的人财运开始逐渐好转，尤其是在50岁之后，他们的偏财运会迎来爆发。这类人可能通过买彩票、投资理财等方式获得意外之财，甚至一夜暴富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同时，好的手相能带来财富、健康、幸福，而不好的手相则可能预示着人生中的阻碍与挫折。然而，手相只是命运的指引，并不是绝对的定数，仍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行为来改变或改善命运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深入探讨几种常见的最差财运手相特征，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。1. 智慧线折断、破碎或过分弯垂。智慧线折断、破碎代表思想凌乱、没有条理、目的不明、幻想过多、不满现实，但又懒于去寻找出路，同时常常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头痛，有时头痛剧增而至后颈、肩膊、后背的上半部都疼痛异常，使人无心工作。2.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多数是职业女性。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，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，难享福。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，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，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。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，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，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，也是努力者，不过相较之下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，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，脚踏实地，从不靠运气和侥幸。3. 女生必看的不好手相，头脑线破碎成断断续续的手相，主无法集中意志力，也无理解力，于读书、工作均不积极，只想追求享乐，沉迷于酒色生活，
又因身体软弱，做事缺乏活力，所以财运不好，头脑线断断续续重叠，成为梯形的象，表示要想做好事情，但无耐心。由于过分享乐，招致灾祸。到了中年，健康情况不良好，并有常患女性之倾向。4.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多数是职业女性。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，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，难享福。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，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，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。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步时，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，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；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，也是努力者，不过相较之下，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，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，脚踏实地，从不靠运气和侥幸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